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，真的是让我这个做了10几年红娘的人都大吃一惊。两岸婚姻本来就不容易，文化差异、生活习惯、家庭观念，哪一样不是需要用心调和的？可这对小夫妻遇到的情况，却让我不得不感叹，婆媳关系真是千年难题啊。我们的女主角叫小雨，今年27岁，安徽农村出身。别看她来自农村，这姑娘五官清秀，气质淡雅，一看就是书香门第。可实际上，她的成长经历并不容易。从小父母双双外出打工，她跟着年迈的爷爷一起生活，村里条件艰苦，但她是村里唯一考上大学的孩子，靠着自学和奖学金，硬是完成了本科学业，实在是不容易。大学毕业后，小雨进了一家外企工作，因为业务关系经常往返两岸。就是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下，他认识了台湾男孩阿胜。阿胜是台北人，家里开了间不大不小的科技公司，家境殷实。他长得挺拔秀气，为人温和有礼，是典型的台湾暖男。两人相识后，阿胜被小雨的独立坚强和知书达理所吸引，而小雨则被阿胜的体贴周到和尊重包容所打动。丽姐，我第一次见到阿胜，就觉得他不像大陆的男生那么急躁，说话做事都很有分寸，让人特别有安全感。小雨曾这样对我说，经过1年多的异地恋，两人决定结婚。婚后，小雨移居台湾，跟阿胜一起生活。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，阿胜父母也很喜欢这个大陆媳妇，觉得她懂事又能干。阿姨一开始对我挺好的，她很欣赏我的独立自强，经常夸我比台湾女孩更会持家。小雨回忆道，脸上带着一丝无奈的笑容。结婚1年后，小雨怀孕了。这本是天大的喜事，阿胜高兴坏了，天天围着小雨转，恨不得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她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问题来了。丽姐，我婆婆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小雨给我打电话时，声音都在发抖。原来小雨怀孕的消息传出后，婆婆李太太开始对小雨提出各种不可思议的要求。首先，她坚持小雨必须按照台湾传统方式坐月子，这倒也正常。但接下来，李太太拿出一本厚厚的孕期指南，里面的规定简直让小雨傻了眼。你知道吗，丽姐，我婆婆要求我怀孕期间不能用电脑和手机，说辐射会影响胎儿智力，不能吃任何冰的东西，连夏天喝常温水都不行，不能看悲伤的电影和新闻，说会让胎儿不开心，甚至连我走路的姿势都要干预，说我走得太快会让胎儿晕船。我听着哭笑不得。这些说法有些确实是台湾一些长辈的传统观念，但也有些明显是夸大其词了。不过真正让小雨崩溃的是接下来的事情。有一天，李太太严肃地把小雨叫到一边，递给她一张纸。这是什么？小雨疑惑地问。这是我们家祖传的胎教歌谱，从怀孕第3个月开始，你每天必须唱3遍给胎儿听，这样生出来的孩子才会聪明。李太太一脸郑重地说。小雨拿过来一看，是一首古老的台湾民谣，用的还是闽南语。问题是，小雨根本不会闽南语啊。我可以学，但需要时间。小雨委婉地说，不行，发音不准会教坏孩子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每天监督你练习。李太太态度坚决，小雨苦笑不已，但为了家庭和谐，她还是答应了。谁知道胎教歌只是开始，随后李太太又开始干预小雨的饮食。按理说，孕妇的饮食确实需要注意，但李太太的要求已经到了苛刻的地步。你不能吃大陆那些重油重盐的食物，会让孩子脾气暴躁。李太太说，从今天开始，你的3餐我来安排，必须按照我们家族的传统食谱来。就这样，小雨的饭桌上开始出现各种她从未见过的台湾传统食物，有些甚至让她难以下咽，但为了孩子，她都忍着吃了。有一次，她给我准备了一道肉燥饭，就是卤肉饭。我在大陆也吃过类似的，但她做的味道特别淡，我习惯性的加了点辣椒酱。结果她看见了，当场就发脾气，说我这样会让孩子变得辣性子，以后难管教。小雨无奈地说，更让小雨困扰的是，李太太开始干预她和阿胜的夫妻生活。你们睡觉的时候，丈夫必须在右边，这样胎儿才会吸收到阳气。你们说话不能太大声，会吓到胎儿，晚上9点后不能看电视。
光线会让胎儿睡不好，这些要求一条接一条，小雨感觉自己不是在怀孕，而是在接受某种古老的仪式训练。阿胜对此也很为难。一方面，他理解母亲是为了孙子好，另一方面，他也心疼妻子的压力。他试图在中间调和，但收效甚微。我妈妈是传统台湾女性，她所有的规矩都是从她婆婆那里学来的，在她看来，这些都是对孩子负责的表现。阿胜解释道，但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适应，我会尽量帮你分担。问题是，随着小雨孕期的推进，李太太的要求不仅没有减少，反而越来越多。到了孕期第5个月，发生了一件事，彻底让小雨崩溃了。那天，小雨正在家中休息，婆婆突然带着一位老先生来访。这是我们家族信奉的王道长，他来给你和胎儿看风水，选个好日子。李太太介绍道。小雨一头雾水，选什么日子？选剖腹产的日子啊。李太太理所当然地说，我们家族的孩子都是在选好的黄道吉日出生的，这样命格才好。小雨惊呆了，但我还没决定要剖腹产啊，而且现在才5个月。医生说我的情况很适合自然分娩。李太太打断他，自然分娩太痛苦，而且时间不确定，万一赶上不好的日子出生怎么办？剖腹产可以确保孩子在最好的时辰出生，这是为了孩子的将来考虑。小雨彻底懵了，她没想到婆婆会干涉到这种程度。这已经不是文化差异的问题，而是对她身体自主权的剥夺。阿胜，我不能接受这个。当晚，小雨哭着对丈夫说，我理解尊重长辈的传统，但这是关乎我身体的重大决定，我有权利自己选择。阿胜也被母亲的要求震惊了。作为在现代社会长大的年轻人，他当然知道这种做法不妥。他尝试和母亲沟通，却遭到了强烈反对。这是我们家几代人的传统，你媳妇是外地人，不懂我们的规矩就算了，你怎么能被他影响？难道你想让自己的孩子一出生就犯太岁吗？李太太激动地说，家庭矛盾就这样公开化了。一边是坚持传统的台湾婆婆，一边是尊重科学的大陆媳妇，中间夹着进退两难的阿胜。情况继续恶化，李太太开始向亲戚朋友诉苦，说自己的大陆媳妇不尊重台湾传统，目中无人。这些话很快传到了小雨耳中，让她既伤心又委屈。丽姐，我真的尽力了。小雨哭诉道，我学闽南语，吃她做的食物，按她的要求作息，可为什么连我自己生孩子的方式都不能决定？她把我当什么了？就在这时，小雨的爷爷从大陆打来电话，询问她的近况。听到孙女的遭遇，老人家沉默了许久，然后说了一句让小雨深受触动的话，孩子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但你不是嫁给了全家，你是嫁给了阿胜。如果连他都保护不了你，那这个家就不值得你委曲求全。这句话给了小雨勇气，他决定和阿胜好好谈一次。阿胜，我爱你，也尊重你的家人，但我不能牺牲自己和孩子的健康去迎合那些没有科学依据的传统。小雨认真地说，如果你站在我这边，我们就一起面对。如果你觉得为难，我随时可以回大陆生孩子。面对妻子的决心，阿胜终于下定决心站出来。他不仅找来了产科医生向母亲解释自然分娩的好处，还拿出了台湾现代医学研究的资料，证明那些所谓的传统禁忌大多没有科学依据。妈，我知道您是为了孩子好，但时代不同了，有些传统需要与时俱进。阿胜诚恳地说，小雨已经做出了很多让步，现在轮到我们尊重她的选择了。李太太起初很生气，但看到儿子坚定的态度，再加上医生的专业解释，她的态度开始有所松动。就在家庭矛盾即将缓和的时候，又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了。小雨的大学闺蜜思思来台湾旅游，约她出来聚一聚。小雨正好借此机会放松心情，就答应了。谁知道李太太得知后勃然大怒，你怀着身孕怎么能乱跑？万一有闪失怎么办？而且你朋友是大陆来的，肯定会带你去吃辣的、冰的那些对胎儿不好的东西。小雨忍不住反驳，思思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她知道我怀孕了，不会带我去吃不适合的食物，而且医生说适当的户外活动对孕妇有好处。医生，你们现在都只听医生的，我们老一辈的经验就一文不值了吗？
李太太气得脸色发白，我看你就是不把我这个婆婆放在眼里。阿生又一次站在了夹缝中，在他的调解下，最终达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。小雨可以出去见朋友，但时间不能超过2小时，而且必须由阿胜陪同。见面那天，思思看到小雨的状态，大吃一惊。天哪，小雨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小心翼翼了？这不像你啊！在好友面前，小雨终于忍不住倾诉了这几个月的委屈。思思听了摇了摇头，我之前也听说台湾人很讲究传统，但没想到会到这种程度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不能一味的忍让，这样对谁都不好。思思的话让小雨陷入了沉思。是啊，一味忍让真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？回家的路上，小雨决定和阿胜再次坦诚交流。阿胜，我知道你很难做，但我们不能这样下去了。如果现在连见个朋友都这么复杂，以后孩子生下来会怎样？你妈妈会不会干涉我们的育儿方式？我们要怎么教育孩子？小雨认真地问。阿胜沉默了，他知道小雨说的有道理。如果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，以后只会更加复杂。我明白了。阿胜最终说，明天我会和我爸爸谈这件事，让他帮忙劝说妈妈。谁知这个决定竟意外带来了转机。原来阿生的父亲李先生一直对妻子干涉儿媳的行为有所顾虑，只是碍于家庭和谐没有公开表态。现在儿子主动找他谈，他决定不再袖手旁观。你妈妈确实有点过分了。李先生对阿胜说，他这是把他年轻时候受的气都发泄到小雨身上了。当年她嫁到我们家也是被我妈管得死死的，现在轮到她当婆婆，就想要把控制权拿回来。这个解释让阿胜恍然大悟，原来母亲的行为背后是几十年来被压抑的情感宣泄。李先生找了个机会和妻子长谈，他提醒她，当年她作为媳妇有多痛苦，现在她作为婆婆就不要重蹈覆辙。你忘了当年你多么希望有人站出来为你说话吗？李先生问道。现在小雨和阿胜都很尊重你，但你不能因为传统就忽视他们的感受。李太太沉默了，丈夫的话触动了她内心深处的记忆。确实，当年她嫁到李家，也曾因为不懂台湾的习俗被婆婆责骂，也曾因为不会说一口流利的闽南语被亲戚笑话，也曾因为一些所谓的忌讳被限制自由。那时的她多么希望有人能理解她。我只是希望孙子健康聪明，李太太低声说。我知道，但现在的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和知识，李先生温和地说。而且别忘了，小雨是从大陆来的，她有不同的文化背景，我们应该互相尊重，取长补短。这次谈话后，李太太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，她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，并尝试与小雨沟通。小雨，我想和你谈谈。一天晚饭后，李太太主动找到小雨。我知道这段时间我的要求可能让你很为难，我不是有意要为难你，只是太担心孙子了。小雨看到婆婆诚恳的态度，心里的怨气也消了不少。我理解阿姨的心情，我也希望孩子健康，只是有些方面我更相信现代医学。我明白了。李太太点点头，以后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一起商量，不一定非要按我说的做。就这样，婆媳之间的冰开始融化。李太太不再强制小雨遵循那些繁琐的传统，而是更多的询问她的意见。小雨也开始主动了解台湾的习俗，尝试在尊重传统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。随着相处的深入，小雨发现婆婆其实是个很有智慧的女性。她对台湾传统文化了解深入，对家族历史也如数家珍。在她的讲述中，小雨第一次全面了解了台湾社会的发展历程和文化内涵。台湾社会经历过跌宕起伏的变化，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，再到现在的信息社会。李太太说，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台湾经济起飞的黄金时期，所以对传统格外珍视，因为那是我们立足的根基。小雨若有所思，我理解这种情感。在大陆，我们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从贫穷到富裕，从封闭到开放。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忆和价值观。通过这些交流，小雨逐渐意识到，台湾并不是她原本以为的穷亲戚。相反，台湾社会在很多方面发展得相当成熟。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、完善的医疗保障、高度的公民意识，这些都让她眼界大开。
以前我总以为大陆各方面都比台湾领先，现在才发现，台湾在生活品质、社会福利等方面有很多值得大陆学习的地方。小雨坦诚地说。李太太笑了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，重要的是求同存异，互相学习。这次坦诚的交流不仅让婆媳关系缓和，也让小雨对台湾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。她开始积极参与家庭活动，和李太太一起学习台湾特色菜肴，了解当地风俗。李太太也放下了对大陆媳妇的偏见，开始欣赏小雨的独立自强和聪明才智。她惊讶地发现，这个来自安徽农村的姑娘不仅自学能力强，还有着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未来的规划。小雨，我一直以为大陆农村出来的姑娘会比较朴实。李太太坦率地说，但你让我改变了看法，你有文化，有思想，还那么坚强。小雨笑了，阿姨，中国大陆这些年发展很快，农村也不再是封闭落后的代名词。我们村里虽然条件不好，但教育一直很重视。我能考上大学，也是多亏了乡村教师的培养。就这样，两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女性开始了真诚的对话和相互了解。随着小雨孕期的推进，李太太的态度越来越开明。她不再强制小雨遵循那些繁琐的传统，而是更多的尊重小雨和医生的建议。至于生产方式，她也最终接受了小雨自然分娩的决定。其实我当年生阿胜也是自然分娩，李太太有一天突然告诉小雨，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选择，但生完孩子的成就感是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。小雨感动地握住婆婆的手，谢谢阿姨的理解和支持。到了预产期，小雨顺利产下一个健康的男孩。看着小小的生命，李太太喜极而泣。他长得像阿胜小时候，但眼睛像你，又大又亮。产后坐月子期间，李太太展现出了专业的一面。她精心准备了各种营养餐，帮助小雨恢复体力。她耐心教导小雨如何照顾新生儿，从换尿布到抱姿都一丝不苟。她甚至用自己的经验帮助小雨缓解产后抑郁的情绪。生完孩子后情绪波动很正常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李太太温和地说。当年我生完阿胜后，也曾半夜躲在被窝里偷偷哭泣，觉得人生被束缚了。但相信我，这种感觉会过去的，而且孩子带给你的快乐远远超过一时的困难。这些来自亲身经历的建议，比任何书本知识都珍贵。小雨第一次感受到，原来婆婆那些看似繁琐的传统，其实蕴含着几代女性积累的智慧。阿姨，我想给孩子取个有意义的名字，希望他能继承两地的文化精髓。你有什么建议吗？小雨请教道。李太太思考了一会儿，提议道，不如叫李桥吧。桥字代表连接两岸的桥梁，希望他能成为沟通两地文化的使者。这个名字让小雨眼前一亮，太有意义了，谢谢阿姨。就这样，一个原本充满冲突的家庭，最终因为一个新生命的到来而和谐统一。小桥的降生不仅带来了家庭的欢乐，也架起了连接两代人、两种文化的桥梁。半年后，小雨的爷爷来台湾探亲，看到孙女和婆家相处如此融洽，老人家欣慰不已。好啊，好啊，你们这一家子比我想象的和谐多了。看来台湾和大陆虽然隔着海峡，但人心是相通的。李太太热情地招待老人家，两位长辈竟然因为都喜欢京剧结成了忘年交。看着他们其乐融融的样子，小雨和阿胜相视一笑。我们本就同根同源，文化的差异只是表象，心与心的连接才是本质，阿胜感慨道。小雨点点头，是啊，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，家人的爱和理解才是最重要的。后来，小雨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的跨海婚姻经历，引起了广泛关注。许多有类似经历的两岸夫妻纷纷留言，讲述自己的故事。两岸婚姻确实不容易，但只要相互尊重、包容、理解，一定能克服困难，建立幸福的家庭。小雨在文章结尾这样写道：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两岸同胞同根同源，血浓于水。在婚恋关系中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只要坚持相互理解、包容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无论你来自哪里，无论你嫁到哪里，记住，尊重很重要，包容很重要，但坚持自我同样重要。婚姻是一辈子的事，
如果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，那再多的爱也会变质。所幸小雨和李太太最终找到了平衡点，希望所有的婆媳关系都能如此和谐。丽姐在这里祝福所有的两岸家庭幸福美满，下期再见。